我们很久没有来他家了，那东西放哪里我们都不知道。现在要给他找张像样的照片都找不到，我这做妹妹的。姑姑，我不是要吓你，你再这样哭下去，眼睛很容易瞎掉的。你休息一下吧，我进房间看看有什么要拿过去灵堂的。哥，你终于可以嫂嫂团聚了。姑姑，我在房间找到这个，我们要找的好像都收拾好了。你看，有照片，另位联系人的号码也有了。他一定是知道我们会一团乱，所以先把东西都收拾好，等我们回来拿。他有给我们信。这封信你先帮我保管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没有时间伤心。如果早5分钟到，或许师傅就不会出事了。你又不是神，说不定是上天安排你在场，帮他老人家打理这一切，师傅不会怪你的。我从警队出来就跟着师傅了，他看着我长大的，叫他一声师傅，早就是亲人了。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了，他最疼的就是你。你突然间要离职，他跟我提醒很多次，希望可以帮你找回对警界的热忱啊。峰哥，姐姐要归队了。师傅说过啊，只要当过警察，不管你离开了多久，一辈子就是警察了。生死是注定的，人走什么路也是注定的。人活着呢，就有自己的使命。你的呢，就是打击罪犯，除暴安良；我的呢，就是赚多点钱养我妈。哇，你吹牛啊！安梯打工了几10年啊，我看他比你更有钱，还需要你养。哎，我看你是想要当啃老族吧？啃你！哎呦，哇！就是不了解老人家。我妈这么老了，当警察危险的，我不想让她担心，知道吗？世上有哪一个父母亲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啊？如果你不打算归警队的话，你就帮他老人家打理他生前最放不下心的2件事情吧。1，他女儿；2，侦探社。男人嘛，肩膀不扛点责任，会提前衰老的。师傅的口头禅呢？师傅，阿迪在这里，敬你最后一杯。你一路走好。师傅，能当你的徒弟是我的福气。这杯酒，我敬你。你扛的责任都应该放下了，安息吧。房间收拾得七七八八了，这些我拿去回收。其他的，你看有什么东西你想拿回去做纪念的？我看不了，免得看到了又伤心。如果没事的，Hello， 哦，又是你们2个，这是我家，你们给我滚出去！哎，你们擅闯民居，我可以报警的啊！我们没有上床 ，OK？
我来看看自己的房子，有错吗？谁说这是你的房子的？贷款条件写的明明白白，3个月不还钱就卖房子抵债啊。你有签这样的合约吗？不记得了。什么时候还钱啊？钱源失踪了，我们找不到他，当然是来找你啦。哎，这老头有面熟。拿天讲自己是警察的哥。哈，这么快就完了？哎呀，老公靠不住，现在连后台都倒了。哎呀，节哀啊！看你在做白事的份上，再给你1个星期，不还钱就卖房子 ，OK？ 死前缘，臭前缘，你等下雨被雷劈。我和前缘的婚姻，一切从这个视频开始说起。赌就是一门很接地气的学问，无论贫穷富贵，无论生老病死，无论你学历高低，只要你对数字游戏有浓厚的兴趣，赌这个字将会带给你无限希望。人生在世，就算你身在谷底，只要你有赌徒的天性，总有一天能成为人生的赢家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 follow 我，like and share。前缘你好，我是你的 follower， 我叫月心。嗨，月星，很好听的名字。哈哈哈，因为名字的关系，我注定是赚月薪的人。你名字的笔画4和8加你的年龄，就是你的幸运号码。嗨，大神，你的预言好准呢！今天的头奖4837，差1个字我就中了。对号码的时候还害我紧张了一下下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杂菜饭。杂6画，菜11画，饭9画，6 11 9等于6119。今天的幸运号码。今天这个号码我喜欢，你真有创意。想法来自于生活，处处皆希望。你真有趣，我很平凡，一般人都不会对我有兴趣。你这么说，我反而更有兴趣了。我们约会吧。母胎单身30多年的我，向来抗拒跟男人有肢体接触，直到遇见了他。爸，姑姑，我想结婚。爸，你好，嗨。哎呀，我大概是被雷劈坏了头，以为聊得来就是爱情。婚礼一切从简，1个月之后，我闪电结婚喽。我前缘愿意娶顾月星为合法妻子，承诺往后余生，无论顺境、逆境、富有、贫穷、健康、疾病，都将永远相爱，地久天长，永不分离。
什么丢下我一个人扛债？阿龙跑到我家来了，终于知道追我没用了，换目标了，有进步。4番薯糕，你快去还钱啊！补钱的时候你有份给意见，借钱的时候你有份签名啊，扛债的时候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还啊。现在阿龙跑到我家来，要我拍卖我的房子。你应该感到庆幸，你还有房子可以拍卖。番薯糕死前缘，赌博没有永远赢的，只要赌到尽头，就会看见光。你那叫输精光。不要那么沮丧，卖掉房子还是有机会翻身的，加油！哎呀，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坚持跟你把钱分开算呢？不要那么negative，我没说我不负责。之前手头松的时候，我是有还那么一点点，只是最近赌本不够。这个死骗子，我咒你，封赌必输！喂喂喂，骂我什么都可以哦，说我输钱我就跟你翻脸。当时说好，只是暂时抵押。如果你有担当的话，你就不会不管我的死活。这个不要脸的啃老族，不务正业的软饭王。我是花我妈的钱哦，但是你没有资格说我吃软饭，因为你自己很多钱给我花，死穷鬼。娶了你啊，是我亏本还对。我都把房子借给你当赌本了，你亏什么亏？我不亏吗？谁娶老婆了之后还要天天当和尚呢？结婚之后，你有跟我睡过同一张床吗？今天不能碰，明天不能摸，你包金啊！我没有告你骗婚啊，已经便宜你了。老处女，你什么你？我你个屁呀！再不还钱，我就天天轰炸你、tax 你、烦死你、吵死你！先生，你打包的食物。啊，你看着我干嘛？跟他收钱了。喂，你还算是男人吗？小姐，麻烦你先到柜台买单。还有这个要赔钱。哎呦，不用背啦，这么大阵仗，人家看见了，还以为我们在舞狮呢。你想太多了，有没有见过这么老的狮头啊？哎呀，放我下来！不放啊！你为了省钱拿这么多东西还走路回家，你就是不听话才会扭伤脚的。我要罚你，让街坊笑你。老人家多走动对身体好，我平时也是这样走的，只是啊，今天比较倒霉。年纪大了就要认老，还逞强。哎，桂山说，我儿子又失业了，我怕他工作不稳定，以后啊养不起老婆和孩子，我只好替他省点老婆本哦。那个谢桂山就出卖我了。桂山比你老实，哪像你，整天欺骗老妈子。我没有骗你哈，我不做稳定工作，因为全职工不能做兼职，多做几份工可以赚钱比较快嘛。哎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爱钱的，怎么现在变到这样啊？遗传了，不然。哎，要上楼梯了，哎，很辛苦的，放我下来。安迪，哎，你在跑步啊？是啊，我儿子劝我要多运动，像废人一样照顾，很容易老的。你不爬楼梯吗？你儿子平时都不陪你运动的哈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要大力锻炼我儿子，我怕他还没老就变成废人。儿子，背我上楼。Yes, ma'am. Yes, go go go. 小心一点 ，Go go go。最近常常听你说腰痛背痛，我看你要请半天假去看跌打。怎么担心我了？我怕你残废了，我背不动你上楼。人老了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孩子没病没痛才是有福气。宋玉香，以后如果真的残了废了，你就找人打包我，直接送去疗养院还是街边，要花心思照顾我，知道吗？为什么突然诅咒自己啊？要是你活得不耐烦的话，
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弄死你！不可以偷袭了。装得像头牛却怕羊。还好当初你考警校的时候没有规定怕痒不及格。没有你这样的妈妈的。喂？什么立遗嘱？我没有兴趣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再说一次，我是财产的继承人。什么？侦探社继承人？我对侦探社的工作一窍不通。如果我继承侦探社，不到1个月，他肯定倒闭，我 guarantee plus chop 啊！如果倒闭的话，那就恭喜你了。顾春发先生所留下的遗产，我会照他的意愿，全数捐给慈善机构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侦探社倒闭，那我哥的公积金、保险金还有定期存款，他1分钱都得不到？对。只有顾月心女士顺利地接手侦探社，然后在半年内确保公司在赚钱的情况之下运营，顾春发先生所留下的遗产才能够顺利地继承到顾女士的以下。怎么会这样？姑姑，你哥在耍我是吗？你往积极点想的话，我哥呢是对你有信心，他知道你一定能成功的，我也对你有信心啊。你一定行的，加油加油啊！我看一下可以吗？臭钱员，还钱还钱还钱！别烦，再烦就 block 你。不还钱，我就烦死你，烦死你，烦死你！喂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你爸回来啊？我爸回来也不会找我啊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最不放心你的了？那，你爸留给你的遗书啊？你不读啊？好，我帮你读，说不定里面会交代为什么会留这样的遗嘱。哎，姑姑，你不要读，我不想听。我明天早班，我要去睡了。喂，这遗书是留给你的，我累啦。才不过9点钟，你累什么累啊？我是心累，钱员的事让我很烦。那你不如听我哥的，接手侦探社，拿到那笔财产，就不用卖房子来还债啦。他能有多少钱？哈，你不要小看我哥，我已经算过了，他的公积金、定期存款还有保险金啊，加起来可以买间4房室，够你填动的。我又不贪他的钱，再说欠债的是钱员，我为什么要帮他想办法？哎，借钱的时候你有份签名的，现在你能够置身事外吗？再说那些阿龙找不到钱源，还不是来找你？你就真的舍得把你爸留给你的房子卖掉来还债啊？把侦探社接下来做个半年，然后拿到钱了再说吧。我哥呢也不是要为难你，他是希望说你做事情啊能够有目标，不要老是像咸鱼一样。你看你一毕业出来呢，就在便利店待啊，就待了12年，每天重复的点货、排货、卖货，你不烦呐？日子过得没有意义的人，很快老的。Stop， 姑姑，我明天早班，再不睡真的要老了。我每次跟你说正经的，你就跟我讲你要睡觉。Good night。我把这信放在书房的抽屉里啊，还有一封是给那个什么何峰的，你有空的话就跟他联络一下啊。2点不行啊，后天我休假。我不是不配合，可是你不可以突然间说来就来的吗？侦探社平时没有开的。我知道你急着找新的租户，可是我真的没有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在工作，不方便打电话，我再 call 你，拜拜。上班或者讲电话，工作不积极，还有啊，顾客投诉你态度不友善，
你是想提早退休是吗？便利店是卖东西的，我还负责卖笑面。哎，这么巧啊！原来你在这里上班呐、算钱。10块7你后面电视给我2排。 ，AA 还是 AAA？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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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啦。你 A 够了没有？哎，够了够了，总共多少钱 ？AAA ？A 15块3。Cash。 不好意思啊，很快算完。不要紧的，慢慢算，算完他的，我这里还有一袋。你们到底想干嘛啊？没想干嘛，我们只是以身作则，想告诉你，欠债还钱。欠什么债？什么欠债？哦，没什么事。这位姐姐呢，她借了私人贷款，忘了还。我们每天都会来，天天来，你们记得过来看哦。开门啊！开门啊！4000元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给我开门！开门啊！4000元开门啊！不要敲了，这个人已经搬走好几天了，你没看到还有这么多东西在这边吗？安迪，你知道他搬去哪里吗？不知道。 Hello， 什么事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回去给你开门 ，OK？ 那钥匙给你，这样你可以随时带人来看店。不是我心急，这个黑白屋很抢手，现在开始收拾，到时候就不用匆匆忙忙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 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迟交所11天，会有另外收费，我怕你吃亏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准时搬走的 ，OK？ 谢谢你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哦。
真的什么都有啊。over。哇，你是鬼啊？走路没有声音的。干嘛这么怕？世上是没有鬼的。幼稚。喂，你打算把师傅的侦探所关掉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有钥匙，而且门没锁啊。啊，来。干嘛啊？你不是过来还钥匙的吗？你爸给我的，你不能拿走。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。果然啊。果然什么？你爸常说他的女儿把他当作是仇人，看来他没有骗我喽。他总是这样，喜欢在我背后说我坏话。他没说你坏话，他每次提起你的时候都说对不起你的。师傅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 ？Sorry 哦，基本上我们不聊天。要不是他出事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朋友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！你打算把师傅的侦探社关掉？你很奇怪嘞，我跟你很熟吗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？那他应该还没跟你说。只要我答应这个侦探社，我也是股东。什么意思？他把侦探社留给我们了。我们？对，我们。所以你没有权利擅自关掉这个侦探所，因为第二份遗嘱呢，有我的名字。你的名字？老兄，你是谁？私生子啊？我那份没有你的名字。只要我公开第二份遗嘱呢，你那份遗嘱就作废了。意思是你爸把选择权交给我。我爸跟你非亲非故，凭什么让你继承？就凭你跟他有血缘关系，但是不熟；我跟他非亲非故，但情同父子吧。我们就尊重师傅的遗愿吧。等侦探社上了轨道，我拿到了遗产，这个侦探社我不跟你抢。什么？他连遗产都分你？一半。一半？你不会去抢？我不做非法的事的，这是合法继承。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把遗嘱发给你看的。有没有搞错？干嘛钱要分你一半呢？我明白了，分我一半你看不过眼，你要把侦探社关掉，财产全数捐给慈善机构，你乐意吗？真是大慈善家。谁说我要捐给慈善机构？还有啊，我没有打算把店关掉。那你为什么收拾东西啊？我爸都走了，收拾一下不可以吗？我跟你说，财产我是不会跟你平分的，包括这家侦探社。师傅说撑过半年才拿得到钱，我敢向你保证，这个侦探社没有我撑不过半个月。你想吓我？这种工作有多难？换了谁都可以做 ，OK？ 我不占你的便宜啊。这些是师傅留下来还没结案的案子，我们一人一半，谁先完成算谁赢。你赢了，财产还有侦探社我不跟你争，但输了就按照师傅的遗愿，遗产一人一半。OK， 我不欺负你，你在这里随便选一份，只要完成一个案子呢，就算你赢。不用你让，我是不会输的。臭男人，别想骗我的钱呐！是吧？那么乱，鬼看得懂啊？ Hello， 有没有兴趣跟姑姑一起出去外面吃东西庆祝啊？庆祝什么？
当然是庆祝你被便利店炒鱿鱼，结束你20多年的打工生涯，开始当老板呢。哇，姑姑，你的心是黑的。no no， 我的心是开的。你终于能够继承我哥的遗志，我的心好开心啊！走，我请客。我不去。我要打怪兽。那个私生子刚刚挑战我，我是不会输给他的。他凭什么拿我的一半？喂，你的嘴巴！什么私生子的？我哥哥对嫂嫂可是从一而终的。那为什么他要分他一半呢？他可能想到你未必有能力接手，所以呢，就找个人来帮你啊。哦，不是吧？你也觉得我会做不好？人家好歹呢，以前也是个警察呀。警察了不起，我是不会输的。等我把他踢走之后，再撑个半年，财产拿到手，我就把侦探社关掉。很好，有志气，终于不像条咸鱼了。出去，不要烦我，去吃你的大餐。可疯，疯子，大小人，死疯子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我的 order number。Thank you。发现你的先生没去上班，他在逛商场，好像有动静。我发定位给你，带人过来吧。不会吧？偷吃的对象竟然是男人？求婚？你不是已婚吗？我的天哪，男女通吃！自己说好一点啊。Thank you。Welcome。几楼？9楼。
他，嫁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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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老公已经知道我找私家侦探来查他了，他一定会有所防备。你们这么不专业，免费送给我，我也不要。陈太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 ，OK？ 如果我的离婚诉讼败诉，我一定找你算账了。走开！我女朋友现在说要跟我分手，我不要查了，那把定金还给我，把我的事情搞砸了，怎么样呢？把我的事情搞砸了，找这个我怎么见人？这什么东西叫不专业？好了，我通通赔钱，满意了吗？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负责任的，我一定会赔钱的。拜拜。很好笑吗？你笑什么？原本以为是中年妇女励志片，没想到是喜剧收场啊！哎，这些是我的案子啊，都已经完成了，而且都已经收到钱了。我看你应该一单都还没有完成吧？啊？期限还没到，我还没输，那就加油喽！你好，请问顾侦探在吗？我想找他。我住在疗养院，我养父定时都会去跟我叙旧，可是最近我联系不到他，有点担心。那你平时怎么联系他的？他没有手机，我都是到他住的地方找他。我等了他几天，他都没有回家。我在他房里找到这张名片，我猜他有跟顾侦探联系，所以想来查他的消息。顾侦探1个多星期前过世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查的。我养父没有亲戚朋友，就只有我这个养女。他如果要离开，肯定会跟我道别。他不可能这样，不可能会这样的。太太啊，你养父失踪了那么久，有没有报警啊？不报警。为什么？你不需要报警，你的案子我来负责，找不到人不用付钱。太太，你有没有你养父的资料，比如说地址、电话号码，还是照片之类的？有。报什么警？这是我跟他唯一的合照。这个帅哥是你养父，看起来那么年轻，真的很会保养。太太，我拍一张照片哈。你们接下案子，就一定要保密。你们做到吗？你放心，保密一向是我们的职业操守。
我养父，他不是寻常人。救我！救我！我不能死，我还不能死。我知道。小美还在家等我。不要讲了。谢谢神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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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神仙。回家吧。他还在乐国大树下等你。好，快走！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爸爸，我的冬瓜糖呢？爸爸，为什么你身上有血？爸爸遇到神仙了，是神仙救了爸爸的。轻轻你就这样离去了，轻轻你就这样不见了，在我心玻璃眼玻璃消亡轮回打转，悄悄日子就此打住了，悄悄时间就此停摆了。